蓬蒿隐其菊，离祸品其孙。蓬蒿是指蓬草和蒿草，用蓬草和蒿草把居室隐藏起来，说明这居室不砖不瓦，是以蓬蒿等茅草搭盖的，形容居室极为简陋。8月秋高风怒号，卷我屋上3重茅。这只是8月的风，那要是到数9寒天时呢？梨是指一种梨科植物或梨草，茎可以制成手杖，如梨杖，其嫩叶可食用。或是指豆叶，豆叶嫩时也可以食用。后泛指古代平民吃的粗菜，梨货也泛指粗劣的饭菜。孙是指晚饭，也泛指熟食、饭食。古人1日2餐，晚餐很重要，但却只能以野草为食。这句诗形容诗人的生活极其清苦，上亲下妻子，后伯随其源。上一句诗写1日2餐，以野草充饥。如果只是一个单身汉，也许有人不在意，所谓一人吃饱全家不饿。但这一句就说，上有老人要孝亲，下有妻子要养育，从老到少都是以离祸度日，这就不仅仅是清苦，而有一点凄惨的滋味了。那么邵雍是如何看待这种凄惨呢？他说，后伯随其源，挖到的野菜多，那就多吃点，挖的少就少吃，随缘吧。这里固然有世人随缘自乐的高尚境界，但过日子不是作诗画画。身为一个7尺男儿，孝亲和养妻的责任不可推卸。那么邵雍是如何看待他身为人子人夫的责任呢？人虽不堪忧，己亦不改安。显然别人已经对他们家的生活忧虑到不堪的程度了，但他们自己呢，己亦不改安。人们常常许愿平安康乐，出门平安，说明平安不是自己能完全掌控的，不是你不想改变，安就随你意的。诗人说己亦不改安，只是说不改变内心安于贫苦的心智。人生若梦谁非计，到处能安即是家。我虽然掌控不了贫苦的变化，但我可以掌控自己对它的态度。只要自己安心于贫苦，那贫苦就不算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。如果只看衣镜通柴官，蓬蒿饮其菊，离祸品其孙这样的生活描述，人们就会说，这分明就是穷呗，和隐士隐居有什么关系呢？要是把穷说成是隐士，那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已经归隐了几十年了。要看你是不是隐士，最核心的一点是看你在穷的生活里干啥。隐士是穷在生活里，但富在心灵里。比如这句月使物兴亡，探经得根源，就是对穷而未隐的你的降维打击。月使物兴亡，探经得根源，这句诗有人认为是概括地写出了诗人学通古今、精通经典的渊博学识。但作为诗人对自己的描述来看，说自己学通古今未免太狂傲了。但我认为这一句诗是区别邵雍隐士和别人单纯的穷的关键，是他穷而不改安的最强底气所在，所以必须要狂到极致。邵雍坚守别人不堪忧的贫苦生活是为了什么呢？这一句诗给出了答案。一是乐史，一是探经。乐史他悟到了兴亡之规律，探经他得到了经典蕴含的根源奥义。这句诗也展现了邵雍的理想抱负，虽然以隐者姿态甘居优势，但他并不是追求个人的得道成仙之术，而仍然有欲为天下屠龙手的雄心。王朝兴亡更替，与一介平民百姓何干？书经根源大义，能不能当饱腹之餐呢？眼皮底下就要乌不避风挡雨，食无粮食野菜了，你就不能学点商贾渔利的技能吗？你就不想出去挣点钱养家糊口吗？悟出了兴亡之理，你又不去朝廷当官，这兴亡之理有何用？探得了经典根源，却连自己的家人都养育不了，那探着根源有何益？这是我们以一个1000年之后的人的眼光去看，而不免产生的疑问。
那么1000年之前，邵雍当时的人们会怎么看呢？以下17句全面写出了当时人们的主流价值观。